嗨，我是钢铁人医生许超燕。您正在观看的是钢铁人医生做您的神队友系列。目前我正在协助人了解忧郁症，并有效地从忧郁症中康复。这集标题是身体出了什么状况？我会搭配图说，简单扼要地介绍忧郁症的病理机制，还有药物治疗是怎么发挥效果的。忧郁症是体内动态平衡失调的表现。科学发现，忧郁症在生理上牵连神经、内分泌与免疫系统，累积了这些方面相关的病理发现。这些指的都是在身体这个层次上发生。人体的构造精密巧妙，原本各个机制就环环相扣。当今科学家、医师们对大脑是懂了一些，但仍然处在一边有新发现，一边试着厘清各种失调机转的不良影响，验证彼此影响的关联性。虽然我这集举了一个容易懂的例子，却不代表这就是忧郁症的病因哦。中肯的看法是，我希望你透过它试着简明的理解，在身体这个层次上，为什么会说忧郁症是体内动态平衡失调的表现。我希望这一集会帮助受忧郁症所苦的人再多认识忧郁症一点，也更了解药物为什么能发挥效果。目前抗忧郁药物主要的效果是在调控神经传导物质上。在这集影片里，我就会举关于神经传导物质失调作为代表性的例子，你或许就能够想象，然后理解在不同的系统也可能会造成其他体内平衡失调的情况。还记得这张图吗？这张图上面条列了忧郁症主要的症状，这些症状代表身体上生理、心理、运作功能上的出状况了。是为什么会影响这么多不同的功能呢？其中，在身体的层次上，医师科学家们发现脑部神经细胞运作是失调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身体的神经系统。注意看这个动态的图。这张图画出健康的神经细胞，神经细胞彼此会传递讯息，就像日常使用的网路线一样，它们会把电子讯号这样子传递下去。来了解传递讯号当中几个相关的构造。首先，神经突触
这块灰色的区域是神经细胞与下一个神经细胞连接的位置，当中会传递圆圈神经传导物质。神经传导物质是有不同的种类，而忧郁症中最主要的影响是在血清素。这集的介绍呢，我就会以血清素作为主要的代表做说明。神经细胞就是靠着神经传导物质刺激下一个神经细胞，好把电子讯号顺利的传递下去。注意一下，这里的神经传导物质健康的时候数量充足，但当忧郁症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来看下一个动态图。当忧郁症的时候，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的数量变少了，这让神经传递讯号上面不顺畅，讯号就不一定传得下去。在细胞层级是有了这些发现，那解剖脑部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脑部的构造细致复杂。目前已经知道杏仁核这个构造跟情绪有关联。然而，这些管理情绪用血清素做传导的神经，不是就只在杏仁核当中哦。就让我们把这一整套跟情绪调控有关的神经统称为脑部的情绪调节中枢吧。当情绪调节中枢的神经细胞传导物质数量无法维持健康的动态平衡时，就数量比较少，整个情绪中枢传递讯号就失调了，生病了。然而，注意看，不只是心情，还有动力、睡眠、食欲、体力、乐观的想法、自我价值、专注力，还有希望的感觉，这些都跟情绪中枢彼此环环相扣。当情绪中枢讯号短路，这些也就跟着出状况了，就形成了这些忧郁症的症状。接下来我要说明抗忧郁药物治疗的效果。我们把刚刚介绍的神经突触再进一步放大做说明。哇，看这张图好像很复杂，而且字很多，别紧张，全部的文字都不用记，你看着图，听我做说明，大概了解就好了。医师科学家们拼凑现在已经发现的线索，了解血清素在神经细胞里面大概有这样的循环。首先，它会被制造变成血清素，
被小泡泡包起来。当神经要传送讯号的时候，小泡泡就会破裂，把它们丢出来，丢在神经突触间隙当中。之后，它们还会经过一个清洁工，蓝色的清洁工，它会把神经突触中的血清素呢，它又再回收回去，让神经细胞再利用。呼应前面讲到忧郁症的时候，神经突触间隙中血清素数量下降许多，图示大概就是这样。这些红色的血清素小圆圈数量不太够，结果造成讯号传递不良。接着我们来看下一张图，比较有抗忧郁药物治疗会有什么效果。左半边就是刚刚忧郁症的时候的神经。那这张图要显示抗忧郁治疗药物，那这种药物种类很多，那其中呢，最普遍的一种被称作 SSRI， 中文名称是选择性血清素回收抑制剂。就拿它们的效果来做说明。比较一下，看右边，当服用这一类抗忧郁药物治疗的时候，药物作用下就不让这个清洁工工作的过度勤快叫他要休息，来间接增加这个神经突触间隙中血清素的量。当血清素的量呢能够逐渐的恢复，它就让情绪中枢的神经要传递的神经讯号能够顺利的恢复正常，从上面传到下面去。随着药物治疗的时间充裕呢，就会发现呢，忧郁症的症状呢，逐渐减轻了这就是讯号传得下去这些本来失调的状况就越来越少。这次我用了简单的图示说明忧郁症是身体动态平衡失调的表现。这里动态平衡举的例子是神经突触中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的量。忧郁症就跟这个数量太少有关，影响到情绪调节中枢的运作，而抗忧郁药物治疗的效果，它就像是个篮子，把这个血清素呢累积起来，让血清素的量能够逐渐增加，忧郁症的症状能够逐渐减轻。目前科学家还无法确认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不足就是忧郁症的源头一般人口中讲的病因那这个发现呢，更倾向是身体、心理、灵性以及社群关系四大健康领域中
各种运作失调下的结果。下回我将更进一步谈到忧郁症的药物治疗中重要的观念。喜欢这集影片的朋友，请按赞、订阅我的频道，追踪我下回的影片。我们下回见，拜。